姐姐，我才是裴家真正的千金小姐，而你，一个不知道父母是谁的野种，哪来的资格霸占我的一切？锦瑟，识相点，别耽误我和欣然的好日子。人抢我家业，夺我婚约，迟早会遭报应的。做噩梦了。即便是距离重生那天已经过去了2个月，可临死前的绝望还会用梦魇的方式将我反复凌迟。要是酒醒了，我就送你回家。不好意思，又给你添麻烦了。这1、2个月来，你每次喝多了都会抱着我不撒手，我都习惯了。说，裴总，您让我找的人，我找到了。让人先带去裴家老宅，你来接我。上辈子我被你们算计的死无全尸，这一次该由我来让你们一一付出代价。我先走了，多谢你昨晚上的照顾。这都第几次了？每次看见他喝多了就把人带回来，还要骗人家小姑娘，你的心肝真黑。是啊，下次该玩点不一样的了。你是怎么做到每次在环二爷面前装醉，他都会将您带回来的？每次都老老实实把我放在沙发上，连一条被子都不盖。环二爷是圣人不成？还真是验证了那句话：高端的猎人都是以猎物的方式出现。裴老太太寿宴的事准备的如何了？准备好了，就等着您过去呢。哎，裴总，您说这裴家人要是知道裴家真千金流落在外，会是什么震撼场景？不过属下一直都不明白，您为什么要把这么一个人找回来，给自己添麻烦？他能让我在裴沈两家的联姻当中全身而退。先回裴家老宅，这出大戏怎么能少得了我不关吗？裴沈家，你们大概永远都想不到，有朝一日我会带着专属于我裴锦瑟的魔女法则从炼狱里爬出来吧。裴小姐，身为4大家族的裴家继承人，外界传闻您早早的就为裴老夫人准备了寿礼，请问是否可以透露一下关于寿礼内容？我为奶奶准备了寿礼，诸位等会儿就知道了。裴小姐，方便透露一下你跟沈家继承人沈思年的婚约什么时候提上日程？至于跟沈家的婚约，很遗憾的告诉诸位，情况有变，还请静待佳音。人现在在哪儿？在休息室里等着呢。您放心，我已经吩咐下去了，绝不会让人单独去见他。走吧，去见见。妈，这锦瑟要是不愿意跟沈家联姻，那我们裴家将会被挤出4大家族的行列，想要回来可就不容易了。他当真是这样说的？是，他还真是胆大包天，豪门的联姻岂能儿戏？他现在在哪儿？在休息室，似乎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客人在那儿等着，小姐亲自过去了。妈，有什么话好好说。锦瑟一直都是有主意的人，一定不会做出这种违背长辈的事儿。哼，但凡是你生个儿子，我裴家也不至于沦落到今日需要跟其他家族联姻的地步。一个女人，即便是再有能力，那也是要嫁出去给人做老婆的。是，不用紧张，成为裴家人之后，这样的场面会很常见。裴小姐，您别开玩笑了，我怎么可能是裴家的女儿？我还是先回去吧。看来你对这泼天的富贵也不稀罕了。既然这样，我也不拦你。裴锦瑟，你……奶奶、妈，你们来的正好。来，这就是我送给您的大礼。裴家真正的千金被我找回来了。魔女法则第1条，刀递到敌人手里之前，要先确定刀柄在自己掌心。这可不是闹着玩的，咱们家可就只有你这么一个女儿，哪来的真假千金之说？妈，这种事儿如果没有十足的把握，我怎么可能会把她带来奶奶的宴会？妈，是真是假，你看看再说。
如果她是我的女儿，那你又是谁？那就要问问奶奶，当初为什么要将欣然丢掉，把我带回来了？你怎么会？奶奶，对于这件事，你不解释一下吗？上辈子裴老夫人为私生子铺路，我为了防止这偌大的家业落在别人的手里，却落得惨死下场。这一次，你们休想再踩着我的枯骨坐享其成。既然事情已经发展到这一步，我也不瞒着你们，他们两人的身份是我换的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那就要问你自己。生个女儿也就算了，还是个活不过几个月的病秧子。我要是不这么做，裴家还能有这么多年的风光？妈，奶奶，在带欣然回家之前，我已经带她去做过全身检查。欣然有很严重的心脏病。孩子，这些年你一定是吃了不少的苦，你放心，以后有妈在，妈一定不会让你再受任何委屈。妈，我听说姐姐跟沈家有婚约，我的出现会不会打乱你们的计划？你一个从乡下回来的野丫头，也想嫁进沈家那高门大户，你也不嫌丢人？世家联姻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。你姐姐从小就被当成继承人培养，她比你更能轻易应付那些心怀不轨的人。既然已经回来了，那就老老实实的在这儿待着，我裴家也不会少了你一口饭吃。至于别的，你就别惦记了。老夫人、太太、小姐，沈二爷来了。欣然有些事儿急不来，咱们来日方长。妈，你先带欣然去换衣服，剩下的事儿我来处理。魔女法则第2条，对比是激发他人欲望的最好方式。站住！奶奶，还有事？我虽然年纪大了，但我也还没糊涂。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打的什么主意？我告诉你，裴沈两家的婚约必须由你来履行。奶奶，你这话就说的不对，感情的事谁能说得准的？万一欣然一回来，这沈二爷就看上她了呢？现在谁嫁去沈家，可不是你说了算的了。她就是个毫无规矩的野丫头，哪儿能当此重任？奶奶，教教她还是能用的。裴家多一个女儿，就多一份联姻的筹码，不是很好吗？还是说奶奶担心事情将逐渐不受你控制？裴锦瑟，我可是你长辈。裴老夫人，真千金回来了之后，我这个冒牌货也是迟早要走的，你又何必把希望放在我身上呢？裴锦瑟，你真以为找回了真千金就能够逃脱我的掌控吗？做梦！奶奶，时间不早了，真千金被找回来这种重要的事，还需要您亲自宣布，我就先走了。你想让我嫁进沈家，让你在外的私生子架空裴家家业的春秋大梦，也该结束。事情安排的怎么样了？已经按照您的吩咐，领着裴欣然去了沈二爷经常会去的地方。不过，您真的肯定裴欣然会按照您的计划进行？他会的，人不会放过任何一个递到自己面前的机会。而我只需要扮演一个受害者的角色来打扫战场。换个联姻对象的事，老夫人不可能会轻易的答应，到时候怕是又有不少波折。人要一个个收拾，饭也要一口一口的吃。况且看他们起内讧也很有意思。走吧，该我们上场了。欣然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林月，我不是让你带二小姐去换衣服吗？你就是这么做的。沈二爷，抱歉，我这妹妹刚回来，应该没有给你添麻烦吧？姐姐，不怪林助理，是我自己不小心，我在花园里看喷泉，没站稳摔进去了。你还是太单纯，看不清这豪门里那些肮脏的手段。沈二爷的意思是，你裴锦瑟在圈子里的名声人尽皆知，不想多一个人来跟你争家产，使点龌龊的手段，也是情理之中。这人是谁？我怎么看着比裴大小姐更像裴夫人？
豪门里的那些脏事儿，你也见过不少了。说不定这裴大小姐是被人调换身份的假千金。沈二爷，您别误会姐姐，姐姐对我很好的，是我自己不小心，毕竟我才刚回来。吴锦瑟，既然你不肯把这婚约让给我，那就别怪我主动来抢了。哟，这么热闹，看来我来的不是时候啊。沈二爷，你刚才说裴大小姐故意让人推她妹妹下水，环二爷耳朵到灵。巧了，我一整晚都跟裴大小姐在一起，从宴会开始到现在，她连花园的方向都没去过。你非要说她害人，那我这个证人就有些坐不住了。我还以为依照环二爷的性格会坐视不管呢。哪能啊？话又说回来，裴大小姐要真是不想裴二小姐回来，早就藏着掖着，干嘛还把人大张旗鼓的找回来？说的也是啊，以大小姐的能力，完全不需要用这种卑劣的手段。这个沈二爷还真是一如既往的偏执。我裴锦瑟在商场上不近人情，这没错，但欣然毕竟是我的妹妹，我也做不到残害手足的事。裴家虽然是4大家族之末，但也不是什么人都能来乱攀亲戚。我要娶的是沈二爷，有些事不如听完老身的话再做决定。奶奶，不如你趁机公布一下欣然的身份，以免别人误会。上辈子沈思年就是对裴欣然一见钟情，即便是时间线提前，这一点也无法改变。可惜了，沈思年注定要娶裴欣然，而老夫人，你的计划注定是要落空。当年我家清河在医院生下双胞胎没多久，医生告知有一个孩子生下来就死了。这件事我们从未跟外人提起，只是没有想到当年那个被医生判了死刑的孩子居然活了下来。是这么回事吗？我怎么听说当年是你们因为这孩子活不过3个月，直接将孩子丢了，去外面领养了一个孩子？他怎么会知道的？难道我秘密调查的事根本就没有瞒过他？我裴家的事情，你一个外人难道比我们更清楚吗？这位就是我当年以为夭折了的另一个女儿，裴欣然。早年失散，什么意思？当年裴家有2个女儿。你还在纠结这个呢？我倒是好奇，到时候跟沈家联姻会是谁？至于2家的婚约，我和欣然都是裴家的女儿，谁嫁过去都是一样的，不存在谁抢谁的问题。毕竟感情这种事从来都是先到先得。看来这把火烧的还不够旺，确实得再添一把柴了。今天是我的寿宴，又找回了失散多年的孙女，属实是双喜临门。老身借了大家的光，才有了当下这么大的造化。姐姐，你能陪我去换衣服吗？我害怕。好，姐姐，你这些年过的生活真让人羡慕。以前你是裴家的千金，可现在你不是了。欣然，你才回来多久就看不清自己的位置了？我为裴家打拼了这么多年，早就已经不是单纯的养女这么简单了。裴锦瑟，你只是一个养女，你凭什么霸占着我的东西不撒手？欣然，豪门的婚姻从来不在乎对方身份是真是假，在乎的从来都是价值。这是为你回到裴家，我给你上的第一课。裴锦瑟，你怎么敢对我动手？在贵族圈子中的千金小姐喜形于色，毫无稳重是大忌。这是我给你上的第2课。今天的事全当是收个利息了，裴欣然我俩的账要慢慢算了。皇二爷在门口等您。他找我，挺好。鱼儿终于开始咬钩了。你找我？上车说。
有什么话是必须单独聊的？怎么，大名鼎鼎的裴大小姐是担心我对你图谋不轨吗？皇二爷，这是什么话？我跟沈家……那又如何？裴家可不只有你一个女儿，联姻的事也不需要你亲力亲为。我不嫁给他，难道嫁给你吗？皇二爷，是想上桌吃饭吗？不只想上桌，我还想把桌子给掀了。裴老夫人可从来都没有想过让我脱离他们的掌控，更不可能让裴欣然嫁给沈家。我想要从这场婚约当中逃离出来，并不容易。你打算怎么做？我想要无懈可击地逃离这场婚约游戏。看来，从明天开始，我也得带着我这个好妹妹，好好出去见见世面了。还愿，你愿意成为我手里那把杀人于无形的刀吗？妈，怎么了？锦瑟，你也是妈一手带大的，妈也知道你是个好孩子，只是裴沈两家的婚约，你有什么想法吗？我都听你们的。欣然，你是怎么想的？其实你真的想嫁，我可以成全你们。上辈子我深知抢了别人的东西，一直心怀愧疚，可最后也没得到一个好下场。这次即便是我不愿意跟沈家扯上关系，但也绝对不会如你们的愿。裴锦瑟，你就是不愿意让我嫁给沈思年。欣然，你别闹，你姐姐说的没错，这豪门的联姻哪有那么容易？你姐姐不会害你的。无妨，欣然，明天正好是咱们每个月的聚会，到时候我带你一起，说不定你能在这些公子哥里面找到一个比沈思年更适合你。上辈子我也是看他可怜，努力的带着他进入我的圈子，只是我万万没有想到，他也在那一天的聚会中见到了沈思年，毫无顾忌的与他春风一度。你姐说的没错，你明天晚上好好收拾收拾，跟你姐姐出去见见世面。大小姐，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。这位是裴家新找回来的二小姐，那你跟沈家的婚约怎么办？我是裴家的亲生女儿，跟沈家的婚约自然是要由我来执行。沈家在4大家族中排行老2，虽不如桓家，可这人也该对自己有自知之明。谁不知道谁娶了裴家大小姐裴锦瑟，那就相当于多了一个智囊团。你们给我等着！本事没有，气性倒是挺大。谁不知道我们这个圈子从来都不在乎身份，强者为尊。不过大小姐，你要是不愿意见到他，直接不带他来就是了，怎么还让我们配合你把人气走？人总是要在受到极大的刺激之后做出没有脑子的事儿。裴欣然有这个脑子，只是可惜胆子还有所欠缺。我呢，只是好心推了他一把而已。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？思年哥，我刚回来，有点不合群，担心自己说错做错，让姐姐生气。裴锦瑟把你带来，就这么把你放在这儿不管了？没有，姐姐对我很好的，只是他们说的那些我听不懂。在裴锦瑟的眼里，有利用价值的人才配成为他的朋友，一群功利心极重的人，不接触也好。沈二爷，按照惯例，这是您要的酒，我给您送来了。尝尝，醇厚而不烈，我想你应该也喜欢。思年哥，你可以送我回家吗？
如果你没时间的话，就算了。没关系，我送你。裴总，二小姐跟沈二爷喝了杯酒，刚一起走了。知道了，找人跟着，拍清楚，照片要暧昧到看一眼就说不清的那种。明白。裴欣然，你果然没让我失望。看来沈思年你是真的很爱裴欣然这种图丝花。一个人在喝闷酒。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你身上那股我在做坏事的味道，隔3条街我都闻得见。人走了？刚走。你的计划进行到哪一步了？拍得不错，角度选得好，光线也到位。你这助理可以去干狗仔了。既然照片有了，环二爷是出了名的黑客，这张照片你有办法在最短时间内让它出现在所有人的手机屏幕上吗？裴锦瑟，你连这都知道？我以为我藏得挺好。人总会在对自己在乎的东西上动心思，不是吗？行，明天日出之前，整个圈子里的人都会不小心收到这张照片。那就交给你了，你可别让我失望。就这么走了？改天请你吃饭，当谢礼。等你请我吃饭的时候，再还你。还月，那是裴老夫人给的，意义不太一样。你放心，有关于这枚戒指的图片，明天会不经意的流出去，让大家都知道这是你裴锦瑟给我的。你还真是深得我心。那正好，省得你带着它碍事。回裴家。锦瑟，你回来了。欣然呢？他不是跟你一起出门的吗？欣然没回来吗？他说要自己先走的，我以为他早到家了。他没回来啊，这都几点了，电话也打不通。我给他发了消息也没回。妈，他不会是出什么事儿了吧？我给他朋友打个电话问问。妈，我已经吩咐林月去打听了，你现在这样大张旗鼓的去找，万一真有点什么，怕是不好收场。这孩子刚回来，我一时间也不知道该怎么跟他相处。锦瑟，你是姐姐，有些事还需要你提点。我知道的。裴总，二小姐的行踪我已经查到了。在哪儿？有人说是跟沈二爷走了，具体去了哪里，我并不清楚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妈，欣然跟沈总在一起呢，你别担心，绝不会有事的。明天天一亮，整个裴家、整个沈家、整个圈子都会收到同一份惊喜。魔女法则第4条，想让别人相信你无辜，就要先做出比谁都着急的样子。这张照片你看过了？欣然跟沈二爷拍的还不错。裴锦瑟，你真以为我不知道这些照片是你散出去的？奶奶，你真是老糊涂了。我真要这么做，对我有什么好处？按照常理来说，我是裴家的养女，一个假千金，应该比真千金更想得到这份荣华富贵，不是吗？这照片是拍的不错，只是可惜了，照片上只有背影和侧脸，看不出是谁。谁都能说那是裴欣然，也谁都能说那是你。奶奶想要我顶替，我倒是没意见，就怕欣然不愿意。他有什么资格不愿意？要怪就怪他命不好。裴沈两家的婚约只能由你履行，这样裴家才能安稳。奶奶，您是想让裴家安稳，还是想将我一脚踹出去，让您架空我父母的计划得以顺利进行？有的人啊，还真是贪心，既要又要，真不是个东西。沈家认的是裴家的女儿，你就算身上没流裴家的血，也做了裴家20几年的女儿。奶奶，你不能这样！明明是我跟沈思年在一起的。那又如何？你自己几斤几两自己不清楚吗？你为了嫁去沈家，连脸都不要了，这笔账我还没跟你算。是他，肯定是他找人拍的。欣然，我一直都在聚会上，哪儿都没去。况且几位千金不过是对你调侃了几句，你就沉不住气转身就走，
怎么还将这些过错落在我身上呢？你撒谎！那杯酒难道不是你动了手脚吗？我喝了之后就……我希望你在说这些话的时候能动动脑子。谁不知道沈二爷爱喝那一口，并且还是专人调制的。这药我就算是想，也没有机会，不是吗？这件事还是我来谈吧。沈二爷来的正好，婚约的事总该给个说法。婚约我可以履行，裴锦瑟想嫁我就娶，但她必须接受一件事：我跟欣然之间不会因为她进门就断。他可以不介意我跟欣然怎么相处，那我也可以娶她。沈二爷还真是打了一手的好算盘，只是可惜，别说上辈子你没希望，这辈子你也不可能如愿。除了我，谁敢要你？不好意思，来晚了。怎么样，要不要考虑嫁给我？奶奶，我记得你之前说过，这枚戒指是裴家家主的象征，也是裴家的定情信物。戒指给谁，就表示要跟谁结婚。奶奶，现在我郑重的告诉你，我要嫁给环月。环二爷，这是我裴家的家事。裴老夫人，您当年把一个活生生的孩子丢在路边的时候，怎么不说那是裴家的家事？现在裴锦瑟不想嫁沈家，您又说那是家事，这家事怎么到了您嘴里，全是您一个人说了算？裴锦瑟，你跟他到底是什么关系？你明明跟沈家有婚约。婚约是裴家跟沈家的，不是裴锦瑟跟沈思年的。裴家有2个女儿，沈家不能换一个？沈二爷，你的提议我听到了，不介意你跟欣然过日子，我就嫁。你当我裴锦瑟是什么？你沈家摆不下我这张桌。婚约的事儿，你找裴家另一个人谈吧。我裴锦瑟退出。裴锦瑟的婚约从今天起只跟我有关。裴家要是有意见，来找桓家；沈二爷要是不服，也来找桓家，我随时奉陪。我刚才帅不帅？凑合。环月，你要继续这样，我怕是真的要爱上你了。那我这顿饭你什么时候请？明天。上辈子我守了一辈子裴家的规矩，裴家的脸面，裴家的婚约，最后什么都没守住。这辈子我不守了，桌子我掀，人我选，路我走。魔女法则第5条，如果规则对你不利，那就重新制定规则。我刚才演的怎么样？什么演的怎么样？跪得不够快，台词不够响，还是那声不好意思来晚了，说的不够欠揍。不错，值得夸赞。就一句不错，我连裴老夫人都怼了，连沈思年都踩了，还当着全裴家的面跪了。裴锦瑟，你倒是给个准确的评分。90分，剩下10分看你以后表现。哥，回来，现在。什么事儿这么急？你说什么事？你跪在裴家客厅的照片都传到我手机上了。给你10分钟，我要是见不到你的人，你就等着挨收拾吧。知道了，一会儿到。家里有事，得回去一趟。去吧。你自己回去小心。记着，还欠我一顿饭。忘不了。裴小姐，方便聊几句吗？沈小姐找我，是因为你弟弟沈思年的事儿。上车说吧，前面有家咖啡厅，不耽误你太久。我知道你刚从裴家出来，我也知道你不想嫁给我弟弟。沈小姐消息很灵通。不是消息灵通，是看懂了棋局。裴锦瑟，你找裴熙然回来的时候，我就知道你在下一盘大棋，能把裴老夫人逼到当众下不了台，
能把沈思年堵到无话可说。我挺欣赏你的。沈小姐今天找我，应该不只是为了夸我。我想跟你合作，扳倒沈思年。沈小姐，你跟我说这些话不合适吧？沈思年是你亲弟弟，而且我现在是裴家的弃子，一个被赶出家门的养女，手里什么都没了。我连裴家的资源都碰不着，哪来的利用价值？裴家的资源你碰不着，但你自己的东西呢？3年时间，从零做到世界前3，裴锦瑟，你根本不是靠裴家撑起来的，裴家只是你的跳板，你真正厉害的是你这个人。你说你是裴家弃子，我不信。一个能在3年内把品牌推上世界前3的人，不需要靠任何人活着。沈小姐做了不少功课，要做生意，总得先了解合作伙伴。我考虑考虑。不急。这是我的联系方式，你想好了，随时找我。沈千惠，沈家的嫡长女，却要扳倒自己的亲弟弟，这盘棋也是越来越有意思了。我到家了，不过我哥说他想见你，桓家这边全家都在等。全家？全家，老太太、我哥、我嫂子，全在客厅坐着，等我把你带回去。行，我过去一趟。你别紧张，就是见个面。我没紧张，是你紧张。我确实紧张，他们要是把你吓跑了，我去哪儿再找一个敢当着全裴家面说要嫁给我的人？环月，你知不知道你在干什么？我当然知道，我跟你说，沈思年那张脸很难看。你掺和裴沈两家的浑水干什么？裴家老夫人沈思年，哪一个是省油的灯？你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跪下去，你知道第2天圈子里怎么说的吗？怎么说的？说我帅？环月，你但凡能管点公司的事儿，也不至于说出这种话。哥，我没心思管公司，这些事儿有你就够了。你什么意思？我什么意思你心里清楚。我就是个私生子，我管公司干什么？桓家有你一个就够了。二婚夫妻生的孩子怎么就是私生子了？你跟我是同一个父亲，我把你当亲弟弟，你给我整私生子这一出，这些年是我对你太放纵了，这不是你做大哥的应该做的吗？你最好是想清楚该怎么澄清。你们别想着澄清，我不需要这个名分，我也不想管家族的事，我就要做我自己想做的事。但你要真把裴锦瑟吓跑了，我跟你们没完。阿月，你是认真的？我是认真的。至于裴锦瑟，真要能嫁到桓家，桓家列祖列宗都得夜里托梦回来夸我厉害。老爷、夫人、大少爷、二少爷，裴小姐到了。让保镖把二少爷先带下去，我们跟裴小姐单独谈谈。爸，既然是认真的，那就别在这儿碍事，我们先替你验验。别吓着他。我很快回来。叔叔好，阿姨好，桓大哥好，我是裴锦瑟。孩子，坐吧，别站着。来的仓促，也没准备什么礼物，下次一定补上。不用客气。
裴小姐在商场上名声在外，我早有耳闻。环大哥过奖了，我就是个被裴家赶出门的养女，哪来的名声？裴小姐，你老实说，你看上我们家阿玉什么了？我让她现在就改，我家的逆子当真配不上你。其实大家都是心知肚明的人，叔叔阿姨有什么话您直接说就是了。我们环家不比裴家简单，你要是冲着环家的门楣来的，我劝你早点打消念头。叔叔，我在裴家20年，学的最多的就是怎么看人。环月有什么缺点我还没看全，但有一件事我很清楚，他在所有人都不敢说话的时候站了出来。他不在乎什么门楣家业，他说他想掀桌子，就真的帮我掀了。什么时候这种没脑子的事也可以拿来宣传了？我看上环月，不是因为他是环家的人，是因为他让我觉得我可以不用一个人扛着那张桌子。口说无凭，日久才能见人心。现在你们还有什么好说的？你不管家族的事，也不清楚这里面的事情会有多严重。一旦你截胡沈家的婚事，不仅要面临裴家老太太的围堵，还要想方设法去跟沈家交代。我担心到时候沈家会倒打一耙。其实进来之前，沈家大小姐跟我聊过，她的意思是联合扳倒沈思年。我知道你们在担心这是不是沈思年派来试探我，不过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，他不是。你能确定？沈家小姐从来都不是一个普通人，她有胆识，有谋略。可这些在重男轻女的家庭观念之中，从来都是不值一提的，所以这对于她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。话是这样说没错，但是你是不是忽略一点？他们可是姐弟，总不至于说恨不得对方去死才对。并不是所有的家庭都像是环家这样和睦的。就目前来看，沈思年一意孤行想要娶裴欣然，必然在沈家内部早就引起了不满。董事会会质疑他到底是不是一个合格的领导者。只要有人在董事会上提一句，沈千惠就绝不会放弃这个机会。他等这个时机，应该等了很久。没错，谁会忍得了一个什么都不懂的草包在自己的头上指手画脚？上辈子若不是要面临裴老夫人的阴招，还要防着没长脑子的裴欣然心甘情愿被沈思年利用，我又怎么可能落得那样的下场？这一次坐收渔翁之利的人，该换我了。锦瑟说的对，沈思年这些年做的事儿，哪一件是在给沈家添砖加瓦，都是在给自己铺路。你倒是接得快，我媳妇儿分析得好，我不得捧个场？你是铁了心要跟裴家分割了？切割犯不着，只是有些事我得做。这些年在裴家账目上的往来、合作漏洞、海外资产的走涨痕迹，哪一样不是我在拦着？只要我不离，海市蜃楼也该塌了。你需要我们怎么做？里面沈千惠动手，外面环家施压，里应外合，沈家就算是能招架，也不会在短时间内腾出手来反击。那裴家呢？你从裴家出来，裴老夫人不会善罢甘休。他那个人，我年轻时跟他打过交道，记仇能忍，不出手则已，出手就要命。叔叔说的没错，裴老夫人不会坐以待毙，她会借此机会为自己外面的私生子。你说的是裴老夫人的私生子？是啊，如果我没猜错，他大概率会让那个孙子以某种身份安插进裴氏集团。你是说？对，他不会从外面跟环家硬碰硬，但他会从内部慢慢渗透，一个人、一个职位、一个项目，悄无声息的换血。等所有人反应过来的时候，裴氏集团的核心层已经不是原来的那批人了。你这些分析是从哪里来的？情报、直觉，还是猜测？演算。演算？不一定100%保证，但我可以保证，这个方向大概率是他的选择。那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？你既然已经对裴家了如指掌，
手里又有这么多东西，为什么不干脆直接取而代之？裴氏集团的董事会不会有人对你说二话。因为我试过，但是我死了。试过？那你这是……你们误会了，我是在梦里试过。我梦到过自己全力去抢、去争、去把裴家所有的东西都握在手里，然后我死了，死得干干净净，连收尸的人都要等很久才来。锦瑟，并未直接发生，你不用这么紧张我，毕竟这些都是我根据所有线索演算出来的结果，也许会有偏差，也许裴老夫人会走一步我想不到的棋。你说的对，裴老夫人不会坐以待毙，桓家也不是吃素的。一儿，明天召集战略部，按裴小姐说的方向，准备对沈家的外围围堵方案。明白。至于裴家那边的事，你打算什么时候动手？不急，等沈千惠那边先动，等裴老夫人那边先安排人进去，等他们把牌都亮出来，我再出牌。他说等就等，我媳妇儿说了算。闭嘴！谢谢叔叔阿姨今天愿意见我，说的事情不一定都对，但每一句都是我认真想过的。好孩子，有空常来坐。你刚才说的那个梦，死得干干净净，连收尸的人都要等很久才来。那你现在知道，有人会来收尸，而且会来得很早。环月，你听听你说的是什么话？环月，你会不会觉得我太冷了？冷什么？你连裴老夫人下一步要往裴氏集团塞人都算得清清楚楚，这叫智慧。我哥那个脑子，给他10年都算不出这些弯弯绕绕。你这么说你哥，他听见了又要掐人中。他掐人中是他自己的问题，我说的是实话。上辈子我争过抢过死，这辈子我学会了另一件事，争不一定非要自己动手，抢不一定非要自己伸手，有时候坐在对手的棋局外面，看着他们自己把自己围死，也是一种赢。等一下，我打个电话。打给谁？裴小姐，这么快就想好了？想好了，合作，我答应。比我想的还要快。你需要我做什么？我需要沈家内部的火先烧到沈思年身上。不需要你亲自做什么，只需要让婚约失败这件事继续发酵就行。这把火已经烧起来了，你听听看。你给我说清楚，裴家那边到底怎么回事？爸，婚约的事我会处理。处理？你处理的结果就是全城都在看我们沈家的笑话。裴家小姐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拒绝你，你还跪在人家客厅里。那是裴锦瑟的问题，不是我的问题。你再说一遍。爸，您消消气，思年也是太年轻了，有些事情没算到。沈清慧，你少在这装好人！我是不是好人，爸心里有数。倒是你思年，你这几天有没有想过，裴锦瑟为什么会在裴家客厅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说不嫁呢？自己不识抬举。爸，思年到现在还没搞清楚一件事，不是裴锦瑟不识抬举，是思年的做法让整个沈家跟着他一起丢了脸。你少在这落井下石！你抱着什么目的？我比你谁都清楚。思年，你怎么还没明白？裴沈两家联姻这么多年，从来没出过这种状况。现在婚约黄了，裴家那边怎么想？圈子里怎么看？沈千惠，就算我再不得人心，沈家的家业也落不到你手里。要是他这么不顾全大局，这沈家的家业，给你也行。爸，您别说气话，思年就是脾气急了点，慢慢教就是了。不着急，说不定我这好弟弟还能改过自新呢。听到了，听到了，鞭子抽在背上，声音挺响。我都在想，我这傻弟弟会不会回头来找你？我不怕他来，我怕他不来。哦，
你不怕他纠缠？他来了，才能让沈家的火烧得更旺。他来了，才能让所有人都看清楚沈思年这个人到底配不配坐在那个位置上。一时间，我还有些担心，跟你合作对我来说是好是坏。不必担心，我不会对盟友动手，你大可放心。我呢，先回裴家等着他。放心，不出意外，快了。你真打算在裴家等他？裴家那么大，空房间多的是，他想来就来。行，我先送你回家。好。沈思年挨了这顿打，不会善罢甘休。他会来找我，不是来求和，是来让我难堪。但他不知道的是，我等着他来，等的就是他这份不甘心。锦瑟，你可算回来了，快跟我去老宅。伯母，难道裴二小姐又闯祸了？要我说，这种事情还是要习惯，毕竟刚回来不懂规矩也正常。你少说两句行不行？妈，怎么了？有话慢慢说。你奶奶她要把欣然送走，说是什么安排好了车，安排好了地方，今晚就走。我怎么劝都不听。把欣然送走，这沈二少爷能答应吗？他说只有把欣然送走了，沈家那边才能断了念想，你才能嫁过去。妈，您先别急。我能不急吗？她是你妹妹呀！我可以去老宅，但妈，您确定奶奶的目的真的只是让我过去答应嫁人这件事？那不然呢？她就是想把这件事按下来。妈，您听我说，奶奶把我叫回老宅，不是真的想让我嫁给沈思年，她已经知道我不可能嫁了。那她为什么还要？这不是摆明了吗？不想让锦瑟继续待在裴家，更不想锦瑟一个外人抓着裴家的东西。什么意思？妈，你仔细想想，从一开始奶奶将人送走的那一刻开始，这就是一个局。伯母，虽然我这个做外人的确实是不能对你们裴家的事指指点点，只是有些事是我这个外人都能看明白，您难道就真没有看明白？锦瑟，你别乱想，你爸现在一个人无法面对裴家的事，你妹妹又是个什么都不会的，如果真的把裴家的掌家印交出去，裴家可是要完的。话是没错，但是现在沈思年咬定了裴欣然，他不肯放手，沈家那边也不会轻易罢休。奶奶想要让这件事结束，只有一个办法，逼我把掌家印交出去。掌家印？对，他现在要的是我手里的那张牌，只要我把掌家印还回裴家，他就有了重新掌控局面的筹码。至于谁嫁谁娶，他没那么在乎。可是，就算你把掌家印交出来，那也是裴家的东西。你爸是裴家的长子，交到他手里，不还是到了自家人手上吗？妈，您真这么想？难道不是吗？这件事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。奶奶要的不是我嫁人，她要我交出掌家印，然后让爸变成一个什么都不是的空架子，到时候他想扶谁上来，谁就能上来。其实这件事也简单，我打电话给沈思年，让他去老宅。这件事不能让锦瑟去做，否则过于明显了，所以只能我来。沈思年，他去了不是更乱了吗？妈，您觉得现在还不够乱吗？沈思年去了，才能让所有人看清楚一件事，他要的是裴欣然，不是裴家大小姐。他要的是那个在酒会上湿漉漉的被他送回家的女人，不是裴家的掌家印。可是这样一来，伯母，你只要知道，他一旦去裴家老宅闹，这件事就坐实了，到时候情势就不会再按照裴老夫人的剧本走了，所有人都会从这件事情里摘出来。你们确定这样有用？不确定，但这比等奶奶把欣然送走再想办法有用得多。我已经通知沈思年了，但为了安全起见，我得亲自回老宅一趟。我跟你一起去。好。真的不需要我去吗？你还真是看热闹不嫌事大。
用完了就丢，你的心肝真黑。好啦，回头我们一起去吃饭。裴老夫人，你以为把人送走就结束了？你以为逼我交权就能翻盘？沈思年会替我把这场戏演完的。您安排了这么久的棋局，也该让我看看您手里到底还剩下什么牌了。他在干什么？他真要把欣然送走？妈，您听我说，进去之后不管发生什么，不要提掌家印的事，只要老夫人不主动提，您就当不知道。我知道你想要问什么，但是我希望您信我，先稳住，其他事我来处理。好。妈，您干什么？您当年把他送走一次还不够吗？现在又要送走他第二次？你让开，留着这个祸害，难道要看着整个裴家跟着他一起落败？她是你亲孙女，你到底有没有心？亲孙女，她回来才多久就闹出这么大的事儿？裴沈两家的婚约因为她黄了，全城都在看裴家的笑话。我裴家百年基业不能毁在他一个人手里。他做错了什么？他不过是被人利用了。被谁？被裴锦瑟吗？你们还真是一家子好人呐！裴老夫人，我请您不要再为难他了。沈二爷，你这一身伤，连自保的能力都没有。你拿什么来对抗？拿你这副被沈老爷子抽烂了的身子骨？你到底要怎么样才肯放手？婚约的事不是为了你们两个人的情情爱爱，是为了两个家族的地位。裴欣然一个刚回来的女儿，无权无势，手里什么都没有，沈家能让她进门？就算我答应，沈老爷子能答应？所以，是不是只要裴锦瑟把掌家印交出来，您就满意了？沈二爷，你这话说的真有意思。你要救裴欣然，所以要让别人交掌家印。你救人的方式就是让另一个人买单。你怎么来了？当然是给你送东西来了，还是你非要不可的东西。世家大族的事，什么时候轮到你一个私生子来这指手画脚了？你要敢趟这趟浑水，还得问问你家大人同不同意。我能有多少权利，完全是取决于简色想站多高，跟我是私生子没有关系。裴锦瑟，你也不想看到欣然被送走吧？你交个掌家印，对你也损失不了什么。你本来就打算离开裴家，况且有了恒月，你的日子也不会太差。那是我的事，跟你可没有关系。既然这样，那大家都没得选了。谁说没得选了？我看能选的东西还有很多。什么意思？奶奶，我现在想认真问您一句，您口口声声说是为了裴家，为了家族基业，您扪心自问，您真的是为了裴家吗？裴锦瑟，你这是什么话？我为了裴家操劳一辈子，那您辛苦操劳了一辈子的结果，就是把管家留在身边这么多年。他是你爷爷在世后就已经跟在我们身边了，这些年任劳任怨。奶奶，有些话您大可看了我手里的东西再做决定。你手里的是什么？之前锦瑟委托我做了一份亲缘检查报告，说是你跟裴家老宅的管家是母子关系，我还不信。可好巧不巧，今天报告就送到我手里。我想大家都想知道这些真相。接下来的事情自己处理，我在那边等你。您不是怕裴家落败，您是怕您的计划来不及完成。您要把掌家印收回去，交到该交的人手里。
只是您没想到，你隐瞒了很多东西，都会被我查得一清二楚。那又如何？就算你再有手段，你也不是裴家人。当初我能把你从孤儿院带回来，给你一个身份，我也能拿回你的一切。沈二爷，你也听到了，事实证明，不管我交不交出掌家印，这东西从头到尾都不该落到我手里，也不可能落在裴欣然的手里。裴老夫人，您藏了20年的这颗棋子，今天终于摆到台面上。您用它架空裴家布局私生子的时候，大概没想到有一天他会以这样的方式被人看到真面目。张管家他是你爷爷在世时就跟着裴家的老仆，清清白白，也不知道你在哪儿听到的风言风语，就想往我身上泼脏水。裴老夫人，世家大族的夫妻可从来都没有什么感情，谁不知道裴老爷子年轻时玩的花，你也毫不逊色，这脏水早就已经洗不干净了。裴锦瑟，你好歹也是我裴家养大的。是啊，你也该庆幸我是你裴家养大的，要是换做别人，这场游戏早就已经结束了。忘了告诉你了，那位的骨灰盒都被我挖出来了，据说那骨灰盒还是你亲手设计亲自做的呢，您应该是有印象的对吧？张叔，难道你也跟我奶奶一样不想要自己至亲至爱的骨灰盒了？你从哪儿弄这么一个东西来膈应我？外人都说这里面装着您的心上人，我就想挖出来问问，既然奶奶一口咬定是我误会了，那我只能替您把这骨灰扬了。住手！你敢！他是我的初恋，是张管家的父亲。老夫人，您说什么？还叫老夫人呢？该改口叫妈了。你父亲是我最爱的人，那盒骨灰也是他的。你不是什么老家谱的儿子，你是我生的。早点承认不就好了吗？非要闹到这一步，多难看。里面是空的，骨灰呢？你把它弄到哪儿去了？这都什么年代了，做旧一个骨灰盒简直是轻而易举。再说，我裴锦瑟手段强硬是没错，但还不至于挖坟掘墓。你骗我！奶奶，您心里要是一点鬼都没有，我说什么您都不会认。您认不是因为报告是真的，是因为您自己不敢赌那盒子里有东西。老夫人，老夫人，大小姐还真是好手段。过奖了，人不害我不害人，他自作自受怎么能怪我？林月，叫人送医院，别回头人没了又说是我害的。妈，你们先回去，我还欠还月一顿饭，是时候该履行承诺了。你是什么时候开始调查裴老夫人跟管家的事情？既然是盟友，就该想你所想。裴老夫人可是个人精，她做事从来都不会亏待自己。当初得知她将你跟裴欣然的身份互换了之后，我就猜到了。外人眼里一无是处的环二爷，什么时候这么聪明啊？我放荡不羁是因为我懒，不是我只会花天酒地。不管怎么样，我还是要谢谢你。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做？他们都想要我手里的权利，我要是硬抢那多没意思。掌家印我倒是愿意还回去，就看他们敢不敢要了。不管何时何地，我都可以成为你的底气。有些事我不必知道的一清二楚，但这不代表我不配。我认可你的能力，当然我也希望你能保护好你自己。好，只是把你连累进去，我很愧疚。不必愧疚，你就当我是给你吸引注意力的。我虽是桓家的私生子，可别人也不敢动我。但你不一样。锦瑟，你回来了。今天环二爷帮了咱们那么大的忙，只是请人家吃一顿饭，会不会显得咱们太小家子气？不会，我跟他之间就算是没有这顿饭，他也会在我需要的时候出手相助的。那你们是已经在一起了吗？没有，只是朋友。妈，你不会是跟奶奶一样想把我赶出去吧？你也终于忍不住要露出自己的马脚了吗？那真是越来越有意思了。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对了，锦瑟，那骨灰盒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调查到，
老夫人有一个很喜欢的男人，老夫人为他亲手设计骨灰盒是真的，但是我不知道他将人埋在哪里。那你为什么敢那样笃定的拿过去？因为我在赌他舍不得。况且只要他开口认了管家就是他儿子这件事，就永远翻不了案了。那如果你输了呢？不会，我比谁都了解人性这个东西，从来都不是表面上看着那么纯粹。换句话说，他比我更了解我的手段。他不敢赌骨灰盒里什么都没有。要是欣然有你一半有脑子，那就好了。这是裴家的掌家印，现在我还回来给你们了。锦瑟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妈，这东西不属于我，我替裴家管了这么多年，现在该还了。锦瑟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这印你拿着，裴家的事还是你说了算，你比任何人都有资格。妈，您别这样。锦瑟，你别走，这个家离了你不行。妈，既然我已经拿到了掌家印，那这沈家也能认我这个儿媳妇。倒是有思年在背后保驾护航，有没有他裴景色又有什么关系？你自己多大的本事，你自己不清楚吗？今天要不是你姐姐，你早就已经被送走了。以你的能耐，怎么守住这裴家的家业？妈，我才是你的亲生女儿啊！那又如何？早知道你这么能惹事，当初我就不该让你回来。妈，你这样对我真的公平吗？他裴景色之所以能有今天，离不开你们对他的栽培。裴欣然，我在最后警告你一次，与其怪自己命不好，还不如好好想想为什么自己技不如人。你现在就给我回到你的房间里好好反省，没有我的允许不许下来。锦瑟，你是我一手带大的孩子，我比谁都认可你的能力。在你父亲还没有回来之前，裴家需要你。既然妈这么信任我，那我就先暂时拿着了，以后有需要我一定会双手奉上。妈，我先回去了，欣然那儿你好好安慰安慰。裴小姐，这个时候打给我，有进展了？你可以动手了。裴锦瑟，我果然没有看错你。那你可别让我失望。放心，绝不会让你失望。大小姐，你怎么还拿着掌家印这块烫手山芋？让子弹再飞一会儿吧。上辈子你们拿我当枪使，这辈子也该换我来玩玩了。站住！欣然，你跟妈置气能解决什么问题？你坐下来，妈跟你说几句正经话。你当着他的面把我贬得一文不值，现在来安慰我有什么用？那掌家印明明就该是我的，而你却要亲手交给他，你有没有考虑过我？那你告诉我，你拿着掌家印打算怎么用？你要用它做什么？我有了掌家印，沈家也就能承认我的身份。你以为沈家会因为你手里有这个印，就风风光光把你迎进门？欣然，你是真不懂还是装不懂？他为了我可以跟奶奶吵，可以带着伤跑过来，这还不够吗？他为了你来吵架，是因为他想要你个人，还是想要你背后姓裴的东西？你认真想过没？欣然，妈在豪门里待了大半辈子，什么样的男人没见过？他嘴里说着喜欢你，可他连裴锦瑟都想攥在手里。一个野心勃勃的男人，值得你这么没脑子一心对他？他放不下裴锦瑟，那是因为他的身上背负着责任。豪门信奉的是无利不起早，他喜欢你只是因为你好拿捏。一旦你嫁给他，裴家的家业不会落到你手里，沈家的门你也进不。那你为什么还要把掌家印给他？如果掌家印在你手里，沈思年就会顺理成章的来娶你，裴家就会被人牵制，以你的脑子根本无法对抗。如果掌家印在裴锦瑟手里，沈思年所有的算计都会落到裴锦瑟头上，你只需要站在旁边看着，让别人替你挡在前面。妈，你……裴锦瑟是能干，可他干得越好，就越容易成为别人的靶子。让他去跟沈思年斗，让他去跟沈千惠周旋，你安心待着，做最后的赢家。你对裴锦瑟这么好，是因为还没到时候？对。妈，我以为你也看不起我，
你是我亲生的，妈怎么会看不起你？只是你刚回来，什么都不懂，妈得先替你看着局面。你现在要做的不是急着去争，而是先看清楚哪条路是能走的，哪个人是能用的。可是，裴锦瑟真的愿意成为我们的妻子吗？这不重要。裴锦瑟这个人手段太硬，脑子太清楚，落谁手里都不是好事。到时候他不能离。喝了早点睡，裴家的事儿有妈在，不会让外人占了去。裴锦瑟，有妈在，我看你还能嚣张到什么时候？裴锦瑟这个人手段太硬，你做得很好，不枉费当年我对你的出手相助。当初若不是大小姐替我儿子出了医药费，我儿子早死了，我们家欠了大小姐一条命。这里面有一笔钱，你拿着送自己的妻儿出国吧。你放心，等裴家的事情结束后，我也会想办法送你离开。在这之前，你必须是我的眼睛。您放心，我会成为您安插在裴夫人身边最好用的棋子，随时为您效命。什么为我效命？我也是裴家的人，不是吗？是我用词不当，裴家的大小事宜也将向您汇报。也不怪我上辈子被蒙在鼓里，要怪就怪你们这群狼心狗肺的东西，太能演了。裴总，您要的东西做好了。做得不错，学历、履历、海外背景，看起来毫无破绽。裴总，我不太明白，您为什么要给二小姐安排一个高学历的身份？到时候真的让她进了公司，说一两句话不就露馅了吗？我要的就是这个海归的身份。您这是？林月，你觉得一个人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？能力。别人以为他有能力，自然会对他无比信任。就看这颗雷等着什么时候掀起雪崩，等机会一到，我就能顺利脱身。留给裴家的，就只剩下一个烂摊子了。事情一旦公之于众，裴家就会落得一个骂名，将您这个有能力的养女赶走。就算是裴家被一个真千金弄破产，那也是罪有应得了。锦瑟，忙着呢。妈，欣然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快坐。锦瑟，你看欣然回来也有一阵子了，是不是该让她进公司学点东西了，也好给你搭把手？妈，这件事我一直在想，只是一直都没有机会跟你商量。现在既然你也说，那就让欣然开始接触公司的业务。那你看，给他安排个什么职位合适？我想着，总经理的位置就挺好的，到时候跟在你身边学习也方便。妈，咱们公司的制度您是知道的，咱们公司在没有真本事的前提下，是不能够空降的，不然底下那些老员工嘴上不说，心里肯定不服。那怎么办？其实我已经准备好了，这是我给欣然做的学历证明和履历。海归硕士，3年海外管理经验，履历上挑不出任何毛病。这样的话，让欣然做总经理的位置，名正言顺。到时候对外就说，妹妹虽然在外多年，但是也有拿得出手的东西。你真的这么好心？这话说的，裴家本来就是你的。我替你管了这么多年，现在不过是还给你了。不过，要想坐上这个位置，光是学历不够。公司里的人都看着呢，你总得拿出点真东西服众。什么东西？这是公司一直想拿下的一个合作项目，跟沈氏集团的一份合同。里面有具体的方案和报价，细节我都帮你做好了。
你只要找沈思年签个字，这个项目就是你的功劳。你让我去找沈思年？你不是说他有能力有担当吗？那这份合同他肯定会帮你签的。再说了，这本来就是陪沈两家的事儿，他签了，对他也有好处。锦瑟，这合同要是签不下来怎么办？欣然他刚回来，对公司的业务还不熟。妈，您放心，这个圈子里的人从来不会在意过程，他们只在意结果。只要合同签了，项目落地了，谁还会去问中间费了多少功夫？确实是这么回事。行，我去找他。那我们先走了，不耽误你工作。好，欣然，有什么问题随时给我打电话。千惠，有空吗？沈思年那边现在怎么样了？焦头烂额，董事会刚被我掀了桌子，他这2天连办公室的门都不敢出。老爷子那边虽然还没明确表态，但态度明显动摇了。那正好，过2天会有人拿着一份合同去找他签字。谁？裴欣然。你让他去找沈思年签合同？对，这合同怕不是有个坑吧？何止是有个坑啊，那可是天坑。只要沈思年签了字，裴沈两家牵扯到交易的资金都会被冻结。这么大手笔，光靠你我做不到这个程度。当然不止我们，这背后少不了还家的人在推波助澜。裴锦瑟，你从一开始就在等这一天吧，让裴欣然回到裴家，让他接近沈思年，让他以为自己拿到了想要的一切，结果每一步都在你计划里。我等的是他走到那一步，等他自己把合同送到沈思年面前。但如果沈思年看了合同，发现问题呢？那就赌一把，赌他现在的焦头烂额，赌他对裴欣然的信任，赌他根本没心思细看那些条款。你赌赢了，以沈思年现在的状态，别说看合同，他连合同封面都未必能认真读一遍。等合同一签，资金一冻结，沈家内部必然大乱。我到时候站出来收拾残局，顺理成章的把他踢出局。而你，我将会把裴家那个烂摊子丢给裴欣然和他那个妈，干干净净的抽身出来。裴锦瑟，你这算盘打得真响。不过我倒是好奇一件事，你说，你费了这么大心思布局，一步一步走到今天，你图什么？裴家的掌家权，沈家的覆灭，还是单纯想让那些人付出代价？那你呢？你这么卖力的扳倒自己亲弟弟，挤掉他坐上那个位置，你又图什么？因为只有这样才配得上他。他们这是青梅竹马，从小就认识，后来不知道怎么就好上了。那怎么一直没听人提起过？你觉得沈老爷子那种人会让自己的大女儿嫁给桓家的大儿子吗？沈老爷子不肯。桓家跟沈家可是世仇，他们两人是注定无法轻易在一起的。所以你大哥这几年没结婚？他一直在等，千惠也在等。沈老爷子不松口，他们两个就各干各的，谁也不催谁。他想以权力控制我，那我就只能架空他的权力。你不会怀疑我是个恋爱脑吧？怎么会呢？你们谁都没有错，不是吗？其实一开始我并没有完全确定要不要跟你合作。当时你还在裴家，还顶着跟沈思年的婚约。我要的是一个有决心对抗沈思年的人，不是一个还在犹豫要不要逃离婚约的人。直到我把裴欣然带回裴家，在裴老夫人的寿宴上当众揭穿她是真千金，那个时候你就已经下了决定，跟我统一战线。是，我在等你先出第一张牌，你出了我才能接。那现在呢？合同签完之后，你打算怎么办？等沈思年签字，等资金被冻结，等董事会大乱，然后我站出来收拾残局。好了好了，正事儿聊完了，能不能点个吃的？我还没吃饭。你们两个人待一块儿就开始各种布局，这显得我跟环也很，是吧，嫂子？你弟弟这张嘴倒是比你厉害。他也就剩下这张嘴了。沈千惠要的从来不是沈家，
是一个能跟环叶并肩的未来。我大概也是吧。沈总，裴小姐来了。让她进来。4年哥，没打扰你吧？坐。你怎么来了？听说最近董事会那边有些不太平，你还好吗？没什么大事，一点小风波而已。你手上拿的什么4年哥，我今天来找你是想请你帮个忙。你说。公司最近在谈一个项目，跟沈氏合作的。姐姐说这个项目本来应该她来对接，但她说我既然回来了，也该学着做点事了，就把这个交给我了。裴锦瑟让你来找我签。他说这个项目谈了挺久了，就差你这边签字了。我不想让他觉得我什么都做不好。4年哥，你愿意帮我这个忙吗？你姐姐倒是会挑时候。知道你来找我，我肯定不好意思拒绝。好了，还有什么需要我做的？没有了，4年哥，真的谢谢你。有了这份文件，以后我就有了跟你坐在一起的底气，就再也没有人说我了。以后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直接来找我，不用绕那么多弯子。那我先走了，你注意休息，你就等我的好消息。裴锦瑟，你把合同送到我手里的时候，是不是以为我会搞砸？现在他签好了，接下来该你低头了。裴总，二小姐那边有消息了，合同签好了，她刚从审视大楼出来，正往车上走。拍到了吗？拍到了，她进审视大楼，出审视大楼，手里拿着文件袋，全程都有。听到了，合同签了。比我预想的快，裴欣然倒是比我想的能干。能干算不上，但胆子够大。他等这一天等了很久了，自然不会错过。那接下来等资金冻结，等，让子弹飞一会儿。裴总，合同签了，接下来呢？接下来，等资金链断裂的消息传到沈思年耳朵里，等他发现那份合同里有一行他根本没看到的。什么条款？资金共管条款。只要他签了字，裴沈两家为这个项目重入的所有资金都会进入一个共管账户，而那个账户的授权人不是他，也不是裴欣然。是谁？是一个需要3方同意才能动用的账户。沈家的代表是沈千惠，裴家的代表是我，第3方的代表是环家。所以这个合同从头到尾就是一个局。沈思年以为自己在帮裴欣然，实际上是把自己的资金链主动送进了别人的口袋里。裴总，你这也太什么？太厉害了。环月，可以开始收网了。终于到我上场了。该你了。知道了，我这边早就准备好了，只等你一句话。裴欣然以为自己拿到了进入裴家核心的钥匙，却不知道自己打开的是一扇通往深渊的门。沈总，财务那边出事了。什么事？昨天签订的那份裴氏合作合同，资金共管账户已经生效了。我们为项目注入的第一批资金已经全部转入共管账户，现在账户的授权人不是你。授权人是谁？沈千惠小姐，还有裴锦瑟小姐，以及环氏集团的第3方监管。裴欣然！骗我！他们一起骗我！早啊，我的好弟弟。咦，你的脸色怎么这么难看？沈千惠，是你搞的鬼！我？合同是你自己签的，字是你自己写的，我可没拿你的手摁着笔。那份合同，裴欣然拿来的那份。裴欣然，他不是你心心念念要娶的人吗？怎么，他给你递了份合同你就签了？沈思年，你现在已经狂妄到连合同都不看一眼就签字了吗？沈千惠，我可是你亲弟弟！亲弟弟，沈家能有今天，全靠我在背后坐镇。凭什么你们坐享其成不说，
还要榨干我最后一点价值，只是因为我是个女人。要怪就怪你。这都什么年代了，还跟我搞男尊女卑这一套？直立为王这4个字是什么意思？需要我解释给你听吗？对了，董事会应该已经知道了你捅的娄子，你就等着被踢出局吧。怎么关机了？怎么了？沈思年的电话打不通，昨晚还能打通，今天早上就一直关机。你昨天去找他签合同，他签了吗？签了，他签了我就回来了。后来我还给他发了消息说谢谢，他也没回，我以为是太忙了。你确定那份合同？你看清楚了？裴锦瑟给我的，他说就是一份合作合同，他说是裴沈两家已经谈的差不多的项目，就差沈思年签字了。我怎么越来越觉得这件事情不简单？裴锦瑟是不是已经发现了我们要卸磨杀驴了？这件事我一定要去问清楚。裴总，按照您的吩咐，不管是谁来找您，都说您不在。只是这电话不接吗？他现在一定很慌，让他多慌一会儿，效果会更好。裴欣然以为自己捡到了天上掉下来的馅饼，现在才发现那是个铁做的陷阱。而裴母，他以为自己在操控棋局，却不知道他自己也在棋盘上。到底是你们太愚蠢，还是我棋高一招呢？说说吧，那份合同是怎么回事？是我疏忽，没有仔细审阅条款就被误导了。被谁误导？二弟，你签的是裴氏的合作合同，不是路边随便捡来的便签。你自己签的字，现在说被误导，董事会该怎么判断你的判断力？千惠，这份合同的资金冻结对沈家的影响有多大？目前冻结的资金占沈氏流动资金的40%，如果不尽快解冻，下个月到期的3笔债务都会出现周转困难。你打算怎么解决？爸，我可以处理这件事，只要让我接手这份合同的后续对接，我可以在2周内让资金恢复正常流动。好，这件事交给千惠负责。思年，你暂时停下手里的项目，好好反省。爸，我看你真是老糊涂了，这一切都是沈千惠这个人跟裴锦瑟一手策划的，我才是受害者。那又如何？但凡是你仔细看一眼合同，也不至于被你自己的亲姐姐摆一道。我的好弟弟，技不如人，只能怪自己愚蠢，你说呢？沈千惠，你别太得意。思年哥，我听说你那边也……你在哪儿？我们见一面吧。你知不知道那份合同是什么？我以为就是普通的合作项目。普通的合作项目，共管账户资金冻结授权人是沈千惠、裴霞、裴锦瑟和环家。你告诉我这是普通的合作项目？思年哥，我真的没有想到。裴欣然，我以为你是站在我这边的，你姐姐抛弃我、背叛我，我以为你不一样，结果你跟她一样，甚至比她更狠。思年哥，你要我怎么做你才能够原谅我？想要我原谅你，做梦！裴锦瑟，我跟你没完！裴锦瑟，你怎么这么恶毒？恶毒？你骗我签合同，你骗我把涨价印给沈思年，你骗我让我以为自己是赢家，你现在满意了？沈思年恨我，裴家完了，我什么都没有了。你拿我当枪使的时候，就没想过自己饿死。你回到裴家之后，每一步都是你自己选的。我让你去接近沈思年，你去了；我让你签合同，你签了；我让你把涨价印给他，你给了。你做这些事的时候，不是觉得自己很聪明吗？怎么现在发现被人当枪使了，就开始骂别人恶毒了？我拿回属于自己的东西有什么错？裴家本来就是我的。没错，你拿回属于你的东西没有错。那我毁掉我亲手塑造的东西也没有错。裴欣然，你恨我不意外，
但你从头到尾都不肯承认一件事，你恨的不是我设计了你，你恨的是你自己选错了人。你胡说！沈思念他是真的喜欢我，他为了我跟奶奶吵架，他为了我受了伤害跑来老宅。他为了你跟奶奶吵架，是因为他想要裴家的支持；他带着伤跑来老宅，是因为他以为你能帮他拿到掌家印。你现在回头看看，他为你做过哪一件不需要你付出代价的事？他只是觉得你好拿捏，谁好拿捏他就找谁。你信不信，他现在最想做的事不是挽回你，而是想办法重新接近我。他不可能来找你，那就看着吧。不出意外，他已经在来的路上了。你要是不想让他知道你在场，那边有个房间。沈二爷，稀客，坐。怎么，手里的烂摊子处理完了？裴锦瑟，我今天来是跟你谈一件事。我可不认为你来找我是什么好事。说吧，我今天心情好，也想听听你的异想天开。联姻。沈二爷，你不是已经跟欣然订婚了吗？这又是什么意思？裴欣然成不了事，他什么都给不了我。你不一样，你手里有裴家的资源，你的人脉，你的能力，只要我拿到这些，沈家的管理权就能回到我手里。我爸看重的从来不是感情，是利益。只要我带着裴家的资源回去，他就会重新考虑我。你的意思是让我跟你结婚，帮你拿回沈家的管理权？对，等我坐稳沈家的位置，你想要什么，我都可以给你。什么都可以？什么都可以。那欣然呢？你不是口口声声说喜欢他要娶她吗？你现在说跟我联姻，他怎么办？她什么都不是，她就是一个什么都不会的女人，撑不起裴家，也帮不了我。是我以前看不清，把她太当回事了。沈二爷，你这翻脸的速度比你翻合同还快。所以，你答应了？思年哥，你说的都是真的？是。你说我什么都给不了你，你说你以前是看不清才把我当回事儿。欣然，现实就是这样，你手里什么都没有，你帮不了我。欣然，你听见了？这就是你一直想要的人，他要的可从来都不是你。果然没脑子的人只会被人利用。裴锦瑟，那些话我……沈二爷，你开的条件确实很动人，沈家的管理权，联姻带来的资源，听起来确实是个不错的买卖。所以，可惜了，我不需要。你说什么？我说我不需要。沈家的管理权我要来没用，跟你联姻我犯不着。况且你连自己许诺出去的东西都保不住，凭什么让我信你？裴锦瑟，你会后悔的。你说了算。现在该去处理另一件事了。明明他们都那么好对付，上辈子我怎么就输了呢？妈，这东西我拿回来了，现在物归原主。锦瑟，你今天来就是为了还这个合同的事儿，你应该已经知道了。欣然拿着合同去找沈思年签字，资金被冻结，沈家乱成一团。你还敢提合同？裴锦瑟，你利用欣然，你从头到尾就是故意的。是，我就是故意的。裴锦瑟，你还有脸承认？你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，你怎么不去死？从你让我进入公司的那一刻开始，你就已经想好了我们的下场是吗？没错，合同是我准备的，学历是我伪造的，让你去找沈思年签字也是我安排的，每一步都在我计划里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裴家养了你20年，养了我20年。妈，这句话您说出来，不觉得心虚吗？您教裴欣然，让他去跟沈思年斗，让他去跟沈千惠周旋，你安心待着，我最后回家。这些话您应该还记得吧？你怎么会知道的？您想卸磨杀驴，我理解，但您忘了一件事，我从来就不是驴。你现在拥有的一切都是裴家给你的，我们拿回来怎么了？要不是我们，你早就死了。不装了，是因为装不下去了，对吗？也是，毕竟事实摆在眼前，你无力辩驳。裴锦瑟，你以为离开裴家你还能活？
以为你算什么？我算什么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怎么让裴家站在现在这个高度，就能怎么把裴家拉回深渊。你凭什么？你离了裴家什么都不是，你什么都没有了。裴欣然，你从回来那天起，就在抢我手里的东西。掌家印、沈思年、裴家的位置，你一样一样的抢，一样一样的以为拿到。但你有没有想过，我手里这些东西本来就是我自己挣来的，那就算是要你的命，你也得给。这些不都是你们想要的吗？既然你们喜欢，你们拿去，但你要拿得稳才行。我真的没有你们想的那么在乎。妈，现在怎么办？裴锦瑟疯了，他说他什么都不要，他说他要把裴家拉下去，你快回来！妈，爸怎么说？他说他订了最近的机票，明天到。他真的什么都不要？他只是要我们什么都没有。妈，你别担心，等爸回来了，这一切也该结束了。我是真没有想到，我竟然会养出这么一个白眼狼。妈，这不是你的错，是那个太嚣张了。裴锦瑟，你给我等着，等爸回来，你的好日子也就到头了。千惠，我这边已经处理的差不多了，你那边怎么样了？你放心，明天就会结束这一场搏斗。等你好消息。终于，快要结束了。你怎么来了？我听说你这边快要切割完成，所以特意来安慰你一下。没有想到你比我想的要开心。没有什么好难过的，有些事儿早就已经注定了，不是吗？你明天打算怎么安排？裴家那边明天裴父回来，还有一场硬仗要打。别担心，一切都有我呢。好。千惠，沈家的烂摊子，你有多大把握能收拾？2周，资金解冻，债务重组，业务收缩。2周之内，沈家的账面上不会再出现赤字。思年，你怎么说？我没话说。那就这样吧，沈氏集团从现在起由千惠全权负责。思年，你手里的股份、职务、决策权全部移交。签了他，以后沈家的事跟你没关系。你以为这就结束了吗？这才只是个开始，我不可能输在你手里的。可你已经输了，现在请你离开。毕竟一个无关紧要的人还没有资格出现在这里。我这边也结束了，那就得好好庆祝一下了。庆祝的事可以等一等，明天陪我去婚纱店试衣服。好看。你倒是会说。行了行了，你们俩就别在这儿腻歪了，赶紧挑一件定下来。你不去试试？我也要吗？不然呢？陪你们逛了一上午了，你难道以为我在看布料？是不是太早了？他们能等，千惠可等不了了。你2个月了，家里知道吗？不知道。今天家宴，准备顺便告诉爸妈。这些衣服不好看，走，我带你去挑更好看的。这些都是国际大牌的顶级款，别说买了，试穿都要看符不符合品牌方的要求。这可比那些浮夸的高定还招人喜欢。你喜欢就好。这些是你的？我的品牌一直在国外运营，国内还没正式开线。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做的？很早了，比裴家让我接触掌家印还早。所以你从来没有把裴家当成唯一的退路。我从来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上。裴家的事，裴家的东西，我确实不稀罕，但我也没打算让自己活不下去。裴锦瑟，你这人真可怕。走吧，挑一件适合你的。今晚家宴，你穿着去宣布好消息，保证比你手上这件有分量。对了，你跟阿月的事情打算什么时候办？什么时候办？结婚啊！你跟我弟都这样了，你们俩不是都两情相悦吗？既然这样，还拖着干什么？我不知道，而且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要跟他结婚。你说什么？
我知道你很震惊，但是我说的都是真的，我真的没有想过。我每走的一步都如履薄冰，我也没有想好，如果有一个相爱的人会怎么样。可是，我真的值得拥有吗？裴锦瑟，你不是在跟我开玩笑吧？你跟他走到今天这一步，你跟他说你没想过结婚。我跟他从一开始就是我设计的。我装醉，我靠近他，我让他以为我是需要他的那个人。我一步一步走到今天，每一件事都在我计划里。什么意思？其实从我装醉被他带回家那天开始，他从头到尾都不知道。他以为的相遇是我安排的。锦瑟，那我这把刀好用吗？锦瑟，你这个人有时候真的很混蛋。你这是失恋了？从来都没有练过，哪来的失恋之术？哥，你当初选他的时候，想过会是今天这样吗？没想过，但我知道会是他。跟妈说一声，家宴的事儿改天吧。我自己去喝点儿。我问你，你真的就没想过要跟他在一起？我没想过，从来没有。但以后会好好想想的。你刚才把人给气走了，现在跟我说以后会好好想想。裴锦瑟，你脑子里是不是就剩下那些尔虞我诈了？走，下楼，真是要被你气死了。你慢点，别摔了。他走了。去哪儿了？说去喝2杯。带我们过去。现在。你想好了？没想好的话，就别去招惹他。他现在不一定想见你。我可以试试。走吧，我带你过去。去啊！环月，我刚才说的那些话是我以前的想法，但我现在不是那么想的了。那你现在是怎么想的？我想试试跟你在一起。我就知道你会想好的。你不生气？没事，我自己会把自己哄好的。终于搞定。你刚才推他那一下倒是挺果断。不然呢？像你弟一样站在原地等人回头？走了，陪我去吃点东西。酒喝了一下午，胃里空得很。好。华二爷，好久不见，听说你最近忙着谈恋爱，把老本行都忘了。赵坤，我退圈了。退圈？你当年可是当着所有人的面说过，只要我还活着，谁来找你比，你都接。这话不算数了。那是以前，现在没什么兴趣。当年在死亡公路上，你赢了我3秒，那3秒我惦记了整整3年。你当初说好了比到一方认输为止，你现在说不比了，那我只能放个消息出去，就说桓家二爷当年那些冠军全是靠作弊的。死亡公路3天后还是老地方，你不来，我就当你认怂了。你别冲动。我知道他在激我，但当年确实是我放的话。我要是不去，他真敢放出那些消息。我答应他，3天后跑一趟。你刚才说他要跑死亡公路，是3天后，还是老位置。跟他一起的还有环艺、沈千惠，还有裴锦瑟。裴锦瑟也在。在，4个人一起在酒吧喝酒。裴锦瑟，你那么大的胆子，敢跟我撕破脸？敢跟我的人叫板，不就是仗着身后有环月吗？没有环月，你什么都不是。找最好的改装师，把环月那辆车的刹车给我动了。我要他死在赛道上，干干净净，不留痕迹。明白。那沈总，万一
万一中途出了什么差错，那就让一切都变成意外。赛车嘛，出点事故很正常。欣然，我有话要跟你说。你现在方便吗？算了，我去找你吧。沈思年，你还来干什么？欣然，那天我说的话只是想要试探裴景色，如果能够跟裴景色达成合作，那自然是再好不过。只是他不吃我这一套。所以，你又来找我了。欣然，我想过了，裴景色之所以敢这么嚣张，敢对裴家动手，敢对沈家布局，全都是因为环月在背后撑着你。我知道。所以只要环月不在了，他就什么都不是，他所有的牌都会被打回原形。你要对环月动手？我打听到了，3天后他要跑死亡公路，我已经安排好了，他回不来。可是，这一切要是被人知道，你可就毁了。你别担心，我找专业人士动的手脚，只要不加速，就不会出事。你想他的赛车只会在赛道上加速，所以他死在比赛上，怎么也怪不到我头上。不行，太冒险了。欣然，你要想清楚，裴家现在这个样子，你爸回来也救不了，能救裴家的只有我。等我除掉环月，裴景色就会失去所有依仗。这个给你，你拿着它，才能名正言顺的帮裴家。你别让我失望。我不会让你失望。等这件事结束，裴家还是裴家，你也还是你。妈，你说什么？爸回来了是吗？太好了！欣然，你虽然是爸妈的亲生女儿，但是你爸那边你还是乖巧些。到时候我再帮你说说话。这次合同的事，你爸也不会怪你的。好。对了，爸既然回来了，怎么没有回家？他去找裴景色那小谈判，你爸说了，要是谈不拢，那就用谈不拢的方式。好，我知道了。裴先生，好久不见。景色，你真的要这么绝情吗？绝情？我不绝。你把裴家搞得天翻地覆，你妈打电话给我的时候，声音都在发抖。裴家的股价跌了多少，你知道不知道？那些跟了裴家20年的老员工，现在都在等着失业。你这么做对你有什么好处？你们一家子算计我的时候，就没有想过有今天吗？您让我接手掌家印的时候，没有问过我愿不愿意；您让我跟沈家联姻的时候，也没有问过我愿不愿意。那是你作为裴家女儿应该做的。您让我在商场厮杀替裴家挡那些明枪暗箭的时候，从来没有问过我愿不愿意。裴家女儿，裴先生，您在电话里也听到了那段录音，妈是怎么说的？裴景色这个人不能死。他说的这些话，您别告诉我你一点都不知道。锦瑟，如果你现在回头，我可以当做什么都没有发生过。裴家的产业还是你的，你跟环家的婚事，我也不会拦着。到时候让你们把我最后一点价值也榨干，然后再像扔垃圾一样丢掉。裴景色，你不要不知好歹！裴先生，您说我对裴家绝情，但从你们开始算计我的那一天起，我们之间就没有情谊了。以后再交手，就各凭本事。裴锦瑟，不要以为有环家撑腰就可以为所欲为。裴家在商场上混了大半辈子，不是那么容易倒的。你们倒不倒，跟我没关系，那是你们自己的事。喂，在哪呢？晚上家里有家宴，我妈让我问你几点？来不来？7点，我过去接你。不用，我自己过去。裴家这扇门今天算是彻底关上了，剩下的就只有各凭本事。裴总，这几款是下一季的主打系列，您可以先挑一下，看有没有喜欢的。这个是东芝系列的主款，白钻搭配深海珍珠，整体偏冷调，
但胜在低调。包起来吧，再配一条同系列的项链，不要太张扬，但要让人一眼看出分量。明白？您今晚有场合？第一次去桓家家宴，总不能空着手。是。上辈子我什么都没有，只能任人宰割。这辈子，我带着自己挣来的东西，去见我该见的人。锦瑟，来吃这个，我让厨房特意做的，你上次来的时候说好吃。阿姨还记得？当然记得，你以后要常来，我才好记住你喜欢吃什么。今天算是咱们家这段时间以来最齐的一次了，来，喝一杯。阿姨，第一次正式来家里吃饭，这是我自己做的品牌，您看看喜不喜欢？这个是你自己设计的？这个系列叫冬枝，取的是冬天树枝上的霜雪那种干净的感觉，您的气质很适合。你这孩子有心了。我以为我足够了解你了，没有想到你藏得挺深。没事的，以后我们还有大把的时间。千惠，你今天是不是也有什么话要说？妈，这个您看看。千惠，你这是2个月了，医生说是双胞胎。好，我盼这一天盼了多久了。叶儿，这事你早就知道。比千惠早2天，她怕不稳，等检查结果出来才让我知道。月儿、锦瑟，你们俩也抓紧啊！千惠都有了，你们也该提上日程了。到时候好事成双，我跟你爸也能松口气了。妈，这事儿那也得看锦瑟答不答应啊。锦瑟要是没点意思，能陪你回这么多趟家，我看你就没在这上面花心思。冤枉啊，我真的没有。这是桓家传给儿媳妇的，你带着平安顺遂。妈，现在就给我吗？要不还是等我们结婚了再说好不好？是啊，要不还是等结婚了再说吧。这些东西早晚是你们的，我不催你，但你要记住，桓家的大门一直给你开着。谢谢阿姨。你还叫阿姨？怎么嫌我今天还没给改口费是吗？阿月，不得不说伯母妈做的饭真好吃，都快给我吃撑了。那以后常来。好。对了，你那辆赛车改好了没？不用去看看吗？毕竟是跑死亡公路，马虎不得。放心，刚刚我哥跟经纪人去看了，他是这方面的行家，比我细心多了。你哥？他对赛车也懂？我们俩从小一起学的，他比我认真，比我稳。要不是他是长子，早就上场了。可惜他不行，他得替桓家盯着那些正事。所以他每次都会替你去看车。每次车改好了，他都先去跑一圈，确认没问题了才让我上。他说他不放心改装厂的人。喂，车看完了。你好，请问您是桓毅先生的家属吗？我哥怎么了？城郊公路发生严重车祸，一辆改装赛车
失控冲出路肩，车上一男一女，男性当场失血过多，女性重伤昏迷，正送往市中心医院抢救，请您尽快赶到。还月，爸，哥呢？医生，我们尽力了，伤者送来的太晚，头部受到重创，请节哀。那孩子呢？孩子没保住。我嫂子什么时候可以醒过来？伤者情况暂时稳定，但头部受到了撞击，目前还在昏迷中。具体什么时候能醒，要看他自己了。叔叔，阿姨，什么都不用说了。你走吧。站住！爸，让他走，现在不是时候。林月，帮我查一件事。您说。环义今天下午出的事，那辆车，我要知道刹车有没有被人动过。明白。不管花多少钱，不管用多少人，把整件事翻出来。是。查到了，刹车被人动了手脚，人已经抓到了，在城西仓库。走。裴小姐，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我的耐心有限，你想好了再说。我真的……刹车被人动了手脚，环义开的车，环义死了。你说你什么都不知道？是沈思年让我做的。沈思年现在在哪儿？在裴家，他拿了裴家的掌家印，说要去裴家跟裴父谈事。你要去哪儿？林月，看好他，别让人动他，也别让他跑了。是。思年，这步棋走得漂亮。环义一倒，环家那边就没人能撑场面了。环月一个死，能翻出什么浪来？是啊，之前裴锦瑟之所以敢那么嚣张，就是因为背后有人撑腰。现在环家自顾不暇，看他还能蹦跶几天。等这件事彻底定了，裴家这边我管着，沈家有思年哥坐镇，到时候谁还敢动咱们？伯父放心，裴家的事就是我的事，我不会让任何人动裴家一根手指。裴锦瑟，你怎么进来的？沈思年，你让人动了黄奕的刹车。裴锦瑟，你半夜闯进来，就是为了说这种没有证据的话？是沈思年让我做的。这证据够吗？伪造的录音，你随便找个人就能录这种东西。这个人现在就在城西仓库，林月的人看着。你要是觉得不够，我现在就让他来当面跟你对质，或者是直接报警也行。没错，是我做的。我本来想要还月的命，结果还义替他了。裴锦瑟，这就是你忤逆我的代价。承认了就好。进来吧。裴锦瑟，你想干什么？带走，送他下地狱去给还义赔罪。裴锦瑟，你已经不是裴家的人了，这里不欢迎你。不是裴家的人，裴家这座房子，这个产业是谁在替你们撑着的？你以为把它拿回去就能稳坐钓鱼台了？给人做嫁衣做到这个份上，还在笑自己能嫁豪门，痴心说梦。走吧，现在还不是动他的时候。死的人是你大哥，你怎么能这么风轻云淡？听我一句劝。好啊，不过我要他去灵堂给大哥磕头道歉。你们凭什么带我走？凭我哥的命还没算完，你要是想下去陪他，我成全你。
凭什么？一个短命鬼不配我给他跪！不会磕头，有的是人教你。100个响头，少一个都不行。是。沈家那边，沈老爷子已经知道了。听说沈老爷子摔了杯子，但具体怎么处理还没定。沈千惠呢，还在昏迷，医生说不确定什么时候能醒。我们先回去吧，剩下的还月会处理。秦瑟，我们聊聊吧。你说，如果不是我答应那场比赛，他不会去室内。还月，我们就这样算了。你说什么？我说，我们之间就这样算了。为什么？如果不是因为我，你哥不会死；如果不是我布的局，沈思年不会把矛头对准你。他想要你的命，结果你大哥替你死了。跟你没关系。怎么可能跟我没关系？怀疑是替你去试车才出的事。他坐在那辆车里的时候，以为自己是在帮你。我哥是替我死的。是我答应去跑那场比赛，是我不够小心，没有让人把车擦干净。那你告诉我，我该怎么当什么都没发生过？你每次站在我面前，我都会想起你哥躺在医院里的样子。对不起，我无法原谅我自己。那你就看着我就好，好不好？还月，放过我吧。结束可以，但是你能不能等我把沈家和裴家收拾干净了再说？你布的局，我哥拿命换来的机会，我不能让它白费，你也不能。等这件事结束了，你想走多远离多远，我不拦你。但在这之前，你再陪我走完这一段。好，我们合作愉快。说说你的计划吧。我会利用海外的一切资源，切断裴家的出口贸易，利用舆论让裴家站在风口浪尖上。什么意思？当年我接手裴家的时候，裴家即将破产，是我利用我在海外的资源拉了裴家一把。这些年裴家一直都跟我海外的公司有合作，现在是时候。好，我会配合好。裴家那批出口珠宝已经在港口被扣了，辐射检测超标，海关直接封货。咱们可是裴家的老东家，现在裴家的给我们的供货出了问题，即便是不用舆论，也足以让裴家赔得倾家荡产。还不够，放出裴欣然学历造假的事。我吩咐他们将裴欣然学历证明到允立文件全部截图放出去了。现在裴家股价已经跌停，海外客户撤单超过60%。继续，别给他们喘气的机会。是，那咱们收购裴家产业的事，等还月成功围堵沈家之后，就该我出手了。你当初要是没有招惹裴锦瑟，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？你去哪？去还家，求他们收手。沈先生，老爷请您回去。我能当面跟他说几句话吗？老爷说，没什么好说的了。我求潘先生见我一面。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？一切都是自己造的孽。当初你要是让2个孩子在一起，会走到今天这一步。你把他生生拆开，逼了那么多年。现在你说求一条生路，我已经给你跪下了，就算是有再大的怨气，你也该消了。人没了，你说什么都没有用。走吧，还家的门你进不来。买家是谁？到现在都不肯露面。对方只说会到场，没透露身份。你来干什么？来看裴家笑话的！
我不是来看笑话的，我是来买裴家的。你哪来的钱？裴锦瑟，你怕不是忘了，现在的桓家在对沈家进行围堵，压根就没有时间来管你的破事。既然你们还对这一切抱有幻想，那我就勉为其难让你们看清现实。沈先生，沈氏集团正式宣布破产，请问你有什么话要说吗？沈二爷，有消息称沈家的破产跟裴家那笔冻结资金有关，请问您对此作何回应？沈家已经破产了，现在签字大家都体面。这是收购意向书，价格在最后一页，你们可以看看。出这么低的价格，你是来趁我打劫的？当初裴家交给我的时候，账面就值这个价。后来赚的钱是我挣的，摊子也是我撑的。你们现在要卖，我只能出这个数。裴锦瑟，你好歹是裴家养大的。这句话您上次已经说过了，我现在回答您，那又怎么样？签吧。裴总，太便宜他们了。这些钱填完所有赔偿和债务，剩不了多少。由俭入奢易，由奢入俭难，让他们活着比死了难受。林月，帮我订张机票，去国外的，越快越好，去哪都行。裴总，那浑二爷那边，您不跟他先说一声？不用了，有些事情说不清楚，还不如不说。一切都该结束了，两个有缘的人在哪都会遇见。环玉，我们再试试吧。爸妈，我有话想跟你们说。如果是关于裴锦瑟的事，你不用说了。爸，我哥的死跟他没关系，他跟我一样，也是被沈思年算计的。阿玉，你坐下。妈，你哥出事那天，我确实说了不该说的话，不该让锦瑟走，我那是气急了。你妈说的对，这事跟他没关系，是我们自己没防住沈思年。你大哥是替我们桓家挡了这一劫。对不起。你跟锦瑟的事儿不用管我们怎么看，你自己觉得值就行。你哥要是还在，他也会这么跟你说。谢谢爸，谢谢妈。你说什么？千惠醒了？好，我们马上过去。你怎么坐在外面？刚醒就把他推出来，着凉了怎么办？妈，是我自己要出来的。睡了太久，想晒晒太阳。千惠，你感觉怎么样？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？医生说……妈，我没事。该发生的事，我都知道了。我也没有护住我们的孩子。好孩子，要是难过就哭出来，没有关系的，别憋着。是他护着我的，车祸的时候，他挡在我前面。如果不是他，我连醒过来的机会都没有。我不会想不开的，这条命是他给的，我不会糟蹋。我得好好活着，活着才能等到能见到他的那一天。阿月，锦瑟呢？
他现在一定很自责。他走了不要我了，我还没有把他追回来。他不是想走，他是不知道该怎么留下来。你去把他找回来。我们4个人已经少了2个，剩下的2个总该是圆满的才对。千惠说的对，你去吧。林月，你跟在我身边这么多年了，国内的公司交给你我放心。还有我桌子上的东西，等我离开后，你替我交给还月。裴总，要不再等等？不等了，裴锦瑟，你能重活一世已经是幸运，又怎么能再奢求有相爱的人在身边过圆满的一生？何二爷，裴总走了，他把一样东西留下来了，让我转交给您。您看是我送过去，还是您过来拿？什么东西？一枚戒指，还有一张纸条。他说他不知道该怎么当面给您。去吧，别让他等太久。嫂子，你好好养着，我去找他。去吧，记得把人带回来。阿义，你护着我这条命，我会好好活着。你把阿玉留给我看着，我也会帮你看着他。锦瑟去哪儿了？昨天晚上的飞机，白头因果。他的联系方式呢？他把国内的所有联系方式都注销了。他说这边的事已经结束了，他该走了。这是裴总留给您的。他怎么把戒指也还给我了？其实我明白裴总的心意，如果你们有缘的话，还会遇见，到时候再把这枚戒指戴在他手上。帮我订一张最近的机票，白头因果，越快越好。这枚铜币看起来很特别，那是店里最老的东西。有人说它们可以逆转过去和未来，传说他们会找到需要他们的人，有缘人拿到它，就能回到过去，或者改变未来的走向。您信这个？我不信，但我觉得你会信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不就是吗？逆转了未来的人。你说什么？愿意等你的人，永远都在等你。愿意等我的人，拿着吧。一切都是因果。你的存在本身已经改变了别人的未来。这对铜币或许能帮你看到你改变了什么。你好，有人吗？你好，请问刚才那位女士呢？穿着红色毛衣，年纪比较大的那位女士。这个店里今天只有您一位客人。那柜台后面刚才的人是谁？我一直在这里整理货架，没看到别人。您进来的时候，我就在这边整理东西。那这个呢？多少钱？这个不是店里的东西，我没见过它。您确定？确定。店里的每一件商品我都有记录，上面没有这件。裴家倒了，沈思年栽了，沈千惠醒了，还月还在等我。这些是我改变的，还是本来就会发生的？如果我没有重生，这一切还会发生吗？如果不是因为我，那还会是谁？这里有人了。那加我一个行不行？你怎么找到这里的？林月说的。他说你走之前说了，想在大学旁边找个地方住。白头英国就这几所好大学。你来找我，是有什么事？那份收购协议，你忘了签最后一份确认页。你可以快递给我。我不想寄。沈家那边怎么样了？破产了，沈家父子被董事会集体投票踢了出来。
老爷子后来给我爸打过一次电话，响了很久，我爸没有接。那你呢？我想你了。你回去之后，我不回去了，国内的事儿有我爸和我大嫂在。大嫂已经醒了，她说她得替大哥看着还家的产业。你不回去，那你住哪儿？你在哪儿，我住哪儿。走吧，去哪儿？带你找个住的地方，不然你打算在咖啡馆过夜？这里冷。那你别一个人站在这儿。那你还欠我一顿饭。欠了很久了。环月，你相信有奇迹吗？我相信你能再次回来，是我在梦里跪着求来的。环月，我想再创造奇迹。这个世界上哪有那么多的奇迹？别想。不，我要回家。如果肯努力，那就一定有奇迹；如果没有，那就创造吧。你终于走过来了。这次不跑了。今天我们聚集在这里，是为了见证环月先生和裴锦瑟女士在爱与信念之中结为夫妻。婚姻不是一段关系的终点，而是一段全新旅程的起点。它意味着从此以后，你们将彼此托付，彼此扶持，彼此成为对方漫长人生里最安稳的那一处归处。环月先生，你是否愿意在往后的岁月中，无论顺境还是逆境，健康还是疾病，欢喜还是忧愁，都始终与裴锦瑟女士站在一起？我愿意。裴锦瑟女士，你是否愿意在往后的岁月中，无论顺境还是逆境，健康还是疾病，欢喜还是忧愁，都始终与环月先生站在一起？我愿意，环月，你永远是我唯一不想算计的人。这次不会再让你摘下来了。不摘了。这是什么？嫂子，你信我吗？信。那你也信一件事，只要相信，就一定会看到奇迹。这枚铜币能逆转过去和未来。好，我信。你刚好没多久，不能在外面待太久。来，妈推你回家。好，谢谢妈。你觉得真的会有奇迹吗？不知道，但他是应该得到奇迹的人。那就祈祷他快点来。